大家好，就在刚刚下午2点多的时候，美国国会参议院推翻了川普总统对国防授权法案的否决。该法案是年度国防政策法案，超过2/3的国会众议员已经在周一投票推翻了该否决。川普总统的否决权迫使共和党人决定是否无视总统，以支持制定该国国防政策的立法。然而，该立法最初以具有否决权的多数票通过了众议院和参议院。众议院于周一投票否决了否决权，最终投票为81-13，远远超过所需的2/3多数。这是国会在川普总统任期内首次推翻他的否决。尽管早些时候外界就预计参院会推翻该否决，川普总统否决了国防授权法案 NDAA， 因为其中包括了总统竭力反对的重新命名联邦军事基地的规定。也因为该法案没有包括废除社交媒体责任保护第230条款的内容，一些国会议员，包括一些共和党人，认为废除第230条款与国家安全无关。川普在总统任期内否决了9项法案，但没有一项被推翻。这次的成功是他的否决第一次被推翻。NDAA 是几十年来每年都通过的关键国防法案。国会共和党人大多仍与总统保持一致，一些人拒绝承认当选总统拜登的胜利。预计几位众议院共和党人和至少1名共和党参议员将在1月6日国会开会统计选举人团选票时对选举结果提出挑战。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，1月6日国会将正式确认选举人团票数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川普总统最近对彭斯在1月6日所能发挥的作用格外重视，还曾转发推文呼吁彭斯拒绝批准选举人团票结果。另外，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戈莫特和亚利桑那州11名共和党选举人联名起诉彭斯，要求彭斯在1月6日推翻大选结果。川普总统到时候借由彭斯主持国会认证选举人团票的机会，最后一搏推翻选举结果。川普总统的圣诞假期是在佛罗里达州度过的，即便是休息期间，川普总统也忙着专注于质疑大选结果，一边认真了解选举人团票认证程序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川普总统多次向国会议员以及他的助手提及1月6日，准备游说参议员，让他们与众议院保守派人士一道共同反对选举结果，并且在推特上鼓励自己的粉丝到时候到现场支持他。川普总统把1月6日的认证程序当作他推翻大选结果的最佳机会。1月6日，国会议员理论上可以凭借任何理由反对某一州的投票结果，但反对意见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，并由1名众议院议员和1名参议院议员签署，否则不予受理。出现反对意见时，联席会议将暂停，两院将分别召开会议进行审议，除非参众两院均以简单多数票投票承认反对意见，否则反对无效。上一次出现反对意见是在2005年，当时俄亥俄州民主党众议员 Stephanie Tubbs Jones 和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 Barbara Boxer 都以投票违规为由，反对俄亥俄州的选举人票。不过，在辩论后，两院否决了反对意见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·麦康奈尔告诉参议院的共和党人，1月6日对于选举结果的争议将导致共和党人投出一票，他们将面临选择继续支持川普还是公开反对他。还有5天，我们就能看到川普总统的手段了，很多人都是很期待的。记得订阅点赞这个频道，到时候你就不会错过了。谢谢您们的观看。